仪式将始，诸位可有异议？天象已定，无可更改，那便依礼而行。林先生，下一位就是您登场点评，请您做好准备。知道了，我稍后就到。修行玄门风水多年，写的《仙域遗迹》传记，3界小有名气。各位3界道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《仙迹探秘》。深入腹地半个月，目前暂无重大发现，有请各位平易长老为前线探索指点方向。您传记里的机关傀儡、血煞阵都是真实存在的吗？算了，等您点评完，我再向您请教。他为何在此？此子根基浅薄，不足为虑，静观其变。不过是个写传记的，凭写的那些神神叨叨的，多半是编出来博眼球的。探索，躲在后面写东西算什么？魔仙道统今日正式觉醒，这是我血脉里沉睡的传承，终于苏醒了。魔仙寻的是上古传承，绝非鸡鸣狗盗之徒所为。初醒赠礼，听声辨位术，已融入你神魂。指引探索队发现仙木线索，奖励摸仙风水宝典。林先生，您终于要发言了吗？有请林先生。这片区域的全面探索，至少需要半年到1年时间。我们哪有这么多时间耗着？简直是胡说八道！想博出名，根本没什么真本事。就是。通过星位测算，快速定位仙木的准确位置。这位小友，星位测说的玩笑，并非杜撰。我曾习得摸仙修士的听声辨位术。紧急，必须马上行动。好，那我们就给你一次尝试的机会。好。司仪，各位长老，前线有什么指示吗？要求，我们一定全力配合，一处当地最高的观星塔，引动灵脉共鸣，收集无杂韵的灵气波动。我将以此辅助星位测算。师姐，这林东就是哗众取宠，别耽误我们的探索时间。目前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，死马当活马医，试试也无妨。前往营地东侧最高的观星塔集合。中之象是何预示？灵气流传，非同寻常。此等异象，恐有静观其变，且看分晓。玉境显灵，难以置信。先生，灵气波动已收集完毕，请您上台测算。这能测出什么？我赌他肯定测不准。
方向33公里处。你就凭这点灵气波动，简直是天方夜谭！我研究星象50祖宗传下来的玄术，自有其精华所在，不可一概而论。虎袍青年如此笃定，那就派探索队前往验证一番。一去便知真假，我在此静候佳音。商议已定。是公子。他已归坐。玉镜灵动，非常之兆。魔仙修士的传说，难道真的不是空穴来风？组乘非洲前往西北33公里处探。所有人都停工在这里做什么？探索进度怎么办？论道会的林先生测算出仙木在西北方向，我们正准备前往。进一个写传记的外行的话，简直胡闹！探索小组已乘非洲前往西北方向探查，非洲正平稳穿行，请多领域修士，本就是为了集思广益。结果如何，都是为了更好的推进仙迹探索工作。我愿为他作保。他这是在帮我缓解现场的敌意，有心了。已抵达目标位置，暂无异常发现。再往前飞2公里，仔细搜查周边。看前方那片小谷地，好像有东西。立刻降低高度，靠近查看。奇怪，之前的探查怎么没发现这座小屋？前方有一片平缓坡地，适合降落。这不是茅草屋，是一座破败的龙王庙。探马，门口形状像鱼嘴，内梁居然是鱼骨打造的。这里确实是龙王庙，但位置太过偏僻，不合常理。且庙里不供奉神像，反而摆着一口玄木棺，太奇怪了。居然真的找到了东西，这也太神了吧！他怎么可能仅凭灵气定位到这里？这不会是巧合吧？看着好玄乎。这棺木里好像有淡淡的煞气散发出来。任务完成，奖励摸仙宝典上部。林先生，陈然长士想和您直接连线。林先生，这座小庙就是我们要找的仙木吗？不是仙木，但这里藏着通往真正仙木的关键线索。你可以去附近村落问问上了年纪的老人，或许有答案。明白了，我这就安排人准备开棺，看看里面有什么。我们探索队的职责就是开棺探寻灵物，经验不会出什么问题的。抱歉，我先接个传讯。是，山长，我知道了。林先生，您刚才说现在开棺会有什么麻烦？又在故弄玄虚了吧？但他确实找到了这里，说不定真有危险。大家小心，保持警惕，准备好了就行动。见，尽管吩咐我们。鱼盘师，镜头拉近，保持队形，盯紧玄木棺。所有人，准备行动！
还好及时阻止了，不然他们就大祸临头了。你们看玄木关的侧面，有几道类似灵鞭抽打的痕迹。流传已久的镇煞庄玄门传说，人们会寻找藏有汉袍的棺材，镇煞求甘霖，根本不是什么灵物，而是一只汉帛玄兽。我研究玄门典籍数十年，从未听过此物。出来吓唬人的吧？听起来也太离谱了。您说的汉帷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汉帛是玄木关中孕育的凶悍玄灵生物，压制汉帛身上的阴煞，与融合世界，我才知晓这些。但他的判断从未出错。白衣少年，你立刻去隔壁村落寻找纯阳精血，救命急用。这荒郊野岭的，去哪找纯阳精血啊？你务必尽快找到。别轻举妄动。终于要开关了，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宝贝。来了，一路辛苦了。丘陵地带非洲无法运输法器，民间果然藏了我之前小看它了。我们现在就开关，一探究竟。汉帛，我年轻时听过这个传说，怪谈，不足为信，不必太过担心。还是小心为上。我已经让人去取纯阳精血了。真有汉把还是有宝贝？那些符文线是干嘛的？肃静！等解决了这里，伏虎岭迷窟的换镇主才是重头戏。关仪式即将开始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所有人注意安全，会议修士上前准备开关。山长，这些符文线太过完整，解开。用法剪剪开，小心不要触动关内机关。停！先别动！别慌，应该是陪葬灵物受灵气影响异动。去开关，护山弟子上前保护。开始拔铜钉，大家搭把手。1、2、3，推！大家小心，上座了！围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我的天，那是什么东西？真的是汉堡吗？太可怕了，居然真的从棺材里扑出来了！我的妈呀，真有汉堡，太吓人了！
然不怕灵力，可能他属下有什么神差？救命啊！都让开！当今血果然有效，大家小心，他还在关内。不好，他被阴煞侵体了。现在情况危急，你有什么解决办法吗？立刻用灵火焚烧汉堡和玄木棺，彻底消灭它。找灵骨米盖在弟子身上，防止阴煞扩散。我这就把您的指示传达给黑发灰衣男子。立刻用灵火焚烧汉堡和玄木棺，彻底消灭它。另外，找灵骨米盖在受伤弟子身上，防止阴煞扩散。所有人听令，去取桐油来，浇在玄木棺上。立刻去营地取灵骨米，越快越好。围住玄木棺，稳住木桶，准备浇油。开始，继续浇，彻底浸透。后撤，阵型肃立。黑衣女，桐油已经浇好了，点火。镇守则，爷，灵骨米拿来了，快把灵骨米撒在他伤口上，轻轻擦拭。好了，伤口已经处理好了，休息几天就能痊愈。刚才的办法是谁告诉你的？是论道会的林先生，他远程指挥我们解决了危机。林东先生真是民间奇人呐！哎，林宝，我一定要亲自登门，与他好好论道。林先生，很多道友好奇汉薄相关的术法原理，您能解惑吗？这无法用现有的天地法则做出完整清晰的解释。老祖宗传承的东西，不能因没见过就轻易否定。我也只是比大家多知晓一些上古零散传闻罢了。仙迹探秘的传承先祖玄术，让更多人了解我们被遗忘的历史。纯阳精血克汉爬，或许还有更深层的本源原因。还好糊弄过去了，他们现在对我多了几分敬畏。青年，遗迹现场的2位长士想和您连线。好，接通吧。这座庙用鱼骨做梁，临近灵脉河，先民视其为灵龙化身。我问过附近老村长，庙是几十年前行商集资修建的，纯近代产物，除了那口玄木棺，没什么可考察的价值。
收拾好现场，留影存档后，我们准备撤离。山长，我总觉得这座鱼嘴庙没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，不如问问林先生，看看他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。也好，这位先生见识不凡，听听他的意见总没错。连线已接通，白发老者、黑衣青年，有什么问题尽管说。林先生，我们已全面考察完鱼嘴庙，正准备收拾离开。您觉得这座庙还有什么值得留意的地方吗？先别急着走，鱼嘴庙附近藏着一座上古大仙墓。大仙墓，这里连块灵碑都没有啊！太扯了吧！所有文献都没记载西河郡有这么大的仙墓啊！西河郡确有宗族仙墓群，但这里出现大仙墓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。佩服您年轻有为，但此地恐怕没有继续挖掘的价值。而且我们在西河郡的日程只剩35天，还要赶往下个地点。长须老者言重了，我完全明白你何安排，但三界仙民建庙宇必选风水极佳或灵气充足之地，唯有如此，方能护佑苍生，延续香火。要么是名山大川，要么是村子四通八达、坐北朝南之处。可这座鱼嘴庙地处偏僻贫瘠，完全不符合龙王庙的选址。建庙之人，难道就不怕冲撞玲珑，引来灾祸吗？您的意思是，这座鱼嘴庙根本不是用来祭拜的？如果真有魔仙修士来过，那肯定有大漠。他怎么这么懂魔仙？他到底是什么身份？大漠，大漠！那魔仙修士如何判断此处有墓？我早年云游修行时，曾听闻过一些魔仙修士的寻墓口诀。此地地势来看，对面那座山坡是整片丘陵的中心，山腹之中应该藏着一座灵殿，也就是大仙墓的主墓室。上古仙民藏墓最讲究风水格局，如果真是这样，这里很可能有一座大规模上古仙墓。我们不必强行开山破石，可以通过仙墓虚位进入古墓。虚位这种方式，倒与传说中的魔仙修士相似。砖瓦都没见过，怎么断定是大庸仙墓？墓有独特建造规制，从鱼嘴庙布局就能推断出来。太不可思议了！仅凭一座小庙就能断代千年古仙墓？当年那些魔仙修士、尊等修士肯定也是从这里挖仙洞进入的。虚位入口就在鱼嘴庙的玲珑像后方。所有人立刻返回鱼嘴庙，全面搜索玲珑像周边。山长，快过来，这里有情况！快，再深一些。是，师傅。坑在扩大，小心！盯紧了。真的有仙洞！若不是林先生指引，我们恐怕永远都会错过这里。仙洞，快！太成功了！仙缘，真的找到仙洞了！那位灰袍束发青年也太神了。不过早年的魔仙人会不会已经把灵物都取走了？对啊，要是里面空了，我们就白忙活了。灰袍先生仅凭远程就能找到千年仙洞，真是神人。之前是我们有眼无珠，多有冒犯，还望灰袍先生太厉害了。您的学识实在令人叹服，我代表论道会感谢您。还好我写的遗迹传记都与现实无关，不然就麻烦了。不行，
现在天色已晚，而且我们的准备还不够充分。可是我们带来了宗门最顶尖的法器，应该足够应对了吧？长幽深，里面很可能灵气稀薄，法器威力会大打折扣。而且仙木机关精巧，里面必然布满了致命陷阱。机关？那太好了！没错，越是危险的遗迹，越可能藏着珍贵的上古灵物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休整一晚，明日一早再下墓探查。是，前辈。不要用探灵罗盘，准备好法烛和白鹅探路。不用罗盘，用法烛和白鹅，这是为何？测空气是否有毒，白鹅对阴煞之气最为敏感。原来如此，上古先民的智慧真是博大精深。喝杯灵茶休息一下吧。好，我会转告陈然长事的。可惜我不能亲自下墓。所有人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可惜我玄门传承特殊，不能亲自加入探索队。啊！石强，大家稳住！怎么回事？他们触发机关了！石强把路堵死了。命！我们被困住了！不好了，探索队出事了！跟我来，传讯那边一直在求助。墓可能填补上古史空白，所以急于下墓。已见的要求白鹅和纯阳精血，一半突然落下石墙把队伍隔开了，现在前后都动不了，大家都快急疯了。别敲了，这石墙至少有3尺厚，根本打不穿。都怪我太心急，没有等进一步指示。晚，我们带的食物和水只够支撑3天，大家冷静。好，要不我们试试从后面挖出去，说不定能绕开石墙。仙洞结构复杂，乱挖可能引发更大的坍塌。他们不会有事吧？能不能用炸药炸开石墙？万一炸塌了仙洞，所有人都得埋在里面。终于来了，这会不会是幻阵？我们感觉周围的石壁都在动。你们别慌，继续往石墙内侧走。这是专门防范摸仙修士的防盗机关。这突然落下的石墙是机关吗？上古先民竟能以整座山岳设机关，手段太精妙了。是队员不慎触发了仙洞地面的感应石砖，才启动了机关。墙不过是大幽灵众多防盗机关的冰山，上古先民的建造智慧。我之前太过浅薄，低估了摸仙手段。今日所见，彻底颠覆了我对上古机关的认知。看了，整座山都能改造成为来遗迹探，这么危险！还好有黑发道袍青年在，不然探索队肯定要栽了。不知道这座大幽灵的墓主人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我们接下来该如何行动？前方不会再有此类分隔式机关，放心前行。明白，继续向前探索。出现3个分叉洞口，我们该选择哪一个洞口继续前进？
法烛火焰晃动最剧烈的那个就是正确的通道。按林东长老说的做，点燃法烛。是。保持队形，准备进入。洞口的火焰晃动最厉害，有风从里面吹出。好，全体跟我走，走中间这个洞口。终于走出那段狭窄的仙洞了。不要放松警惕，继续向前，找到仙洞的尽头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庸砖。摸仙修士这个行当，真是太惊险刺激了。惊险之余，更要坚守遗迹探索的本质。解读历史才是我们的核心使命。我明白的，我一定会牢记于心。合力推开这面墙，看看后面是什么。奇怪，灵殿核心本该放棺椁，只有这几个石架子，也看不出曾摆放过灵物的痕迹。过来，这里。太完美了，千年色彩居然还这么鲜活。这绝对是3界独一份的大庸艺术瑰宝。不过只有这一面墙有画，而且明显还没上完色。这里常年干燥无水汽，才能保存得如此完好。太珍贵了，这能填补大庸文化史的空白。感谢诸位，让我们看到历史。道友，我们在大庸灵殿发现了绝世仕女壁画。您能从壁画推断出更多陵墓信息？从服饰和规制来看，墓主人应该是一位大庸公主。按大庸陵风水布局，前殿必然有内藏灵渊灵泉。有发现！林先生说的没错，前殿真的有灵泉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内藏灵渊风水局，居然真的存在。我只在古籍残页上见过记载，没想到能亲眼见证。人啊，说有灵泉就真的有，可为什么没有棺椁？壁画也没完工啊！林先生，大家都很好奇陵墓为何会是这个样子。这座陵墓建造中途遭遇了重大突发变故，所以才仓促停工。是信号断了吗？画面怎么突然黑了？刚才好像有鹅叫，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？保安，我们正在紧急排查信号故障。
这信号问题，是幻阵柱终于出现了。大家别慌，手拉手靠在一起，绝对不要单独行动，催促众人收拢阵型。夜明珠完全没用了，白鹅也不见了，这雾太诡异了。我感觉有东西在盯着我们，浑身发冷。看吧，那里空间小，更容易防守。好，所有人手拉手，慢慢往灵殿方向移动。是，前辈。快看上面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到底是什么？我研究玄灵30年，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。龙宫争斗玄灵，李先生，快救他们！救命！玄灵入侵！救命！这怎么可能？快看留言板！探索队发现幻阵轴，奖励传承技能金刚指。这股力量正好能克制幻阵的灵纹结构。你是何方妖孽，竟敢在此作祟啊！灵力对他完全没用。我们联系林先生，他肯定有办法。陈然长士的紧急通讯来了。世界上没有玄灵，这只是遗迹的特殊现象。其靠近它，会有重大发现。真的假的？太危险了吧！那位青袍男子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相信阁内那位先生，他从来没骗过我们。对，相信他。阁内那位先生，我不敢靠近他。相信我，他伤不了你，这是解开谜题的关键。这不是玄灵，是雕刻，它刻在一个巨大的物体上。怎么会这样？刚才这里明明什么都没有。太诡异了，这座官桥刚才根本不存在。你们看官镯上的雕刻，风格好古老，我从来没见过。等等，墙上的大庸侍女壁画不见了。碧hà变成浮雕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没错，这绝对是古玄时期的雕刻风格。你们看，关戳四周还有古玄常见的灵骸祭祀坑痕迹。不可能，前一秒还是大雍灵殿，怎么突然变成古玄墓了？我研究遗迹50年，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场景变化。古玄时期，那比大雍还要早3000年啊！这地方太邪门了，他们不会被困在里面了吧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现在完全懵了，求您指点迷津。鬼也不是空间折叠，而是一种特殊的陵墓结构，我称之为幻阵虫。幻阵种，陵墓是死物，怎么可能像幻阵一样变化？是啊，我们明明一直在灵殿里，没有移动过。您能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幻阵主吗？成功介绍幻阵虫，奖励上古巫家机关术。原来如此，这根本不是幻阵，而是精密的机关。说法不够准确，幻阵种本质上是一座巨型机关，它需要活灵禽的生气才能激活，比如刚刚消失的白鹅。像传说中的幻阵船，无迹可寻，随机关触发而显现。灵者当年肯定也遇到了幻阵主，才被迫停工。古玄人常用灵禽祭祀，白鹅的生气正好激活了机关。今日我将详解自见秘，镜中之光蕴含天地至理，大道至简，务实简记之，唯静心可得。白鹅激活了机关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！原来不是闹鬼，是古人的机关术太厉害了。关术早已失传1000年，浅袍青年居然如此了解。会不会是幻阵轴和大雍灵重叠在了一起？重叠只是民间传说，从玄术角度来看，并非如此。发后产生的黑雾会干扰人的方向感和视觉。你们其实是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下方的古玄墓穴。原来是这样，我明白了。古人设计出如此精密的机关，真是太了不起了。难怪我们感觉一直在原地，其实早就换了地方。结合上古巫家机关术来看，幻阵种是顶级防盗机关。设计者利用古玄墓做掩护，专门吓退探灵者。上古先民的智慧太可怕了！谁会用古墓做主？用于玄术机关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口古玄关遗迹价值无可估量，但现在不能开关。强行开启可能触发安位之机关，造成不可逆破坏。我一直觉得大雍灵建到一半就放弃很奇怪。上说的机关，会不会他们根本没放弃？你说的没错，大雍剑灵者确实没有放弃这座陵墓。幻阵着后撤走，消息被一位机关大能知晓，利用幻阵主做掩护，在后面建了自己的陵墓。出事前，肯定还有更多精妙机关等着我们。一座陵墓遗迹价值远超前面2座。您是说，这座山腹里藏着3座陵墓？3座陵墓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
古人太会藏了，这推理太厉害了。数据录入完成，采样结束，集合。采样工作已完成，现在开始寻找第3座陵墓的入口。检查每一处石壁地面，不要放过任何细节。山长，快过来，我找到入口了。没错，这就是通往第3座陵墓的路径。等等，溪下面是迷魂梯，黑雾未散，恐怕会出大事。接近真正的陵墓，遇到的机关就会越诡异。这些机关大多是为了让探灵者知难而退。冒险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。会议先生，您的意思是下面有更吓人的机关？你们一定要万分小心，不可大意。这位陵墓设计者的手段确实超乎想象的可怕，但为了展现上古先民的玄术文化，我们必须前进。探路，你们随后跟上，保持安全距离。小心脚下，跟紧山长，千万不要掉队。下面肯定很危险，希望他们都能平安回来。年过60还亲自下洞，太了不起了！向所有一探索者致敬。各位道友，请大家为探索队的勇士们祈福。生命危险，为我们揭开上古历史的面纱。这些雕刻太精美了，古玄人的艺术造诣太高了。你们看这个祭祀场景，和古籍记载的完全不一样。奇怪，传讯玉符的信号怎么越来越差了？这里太深了，山体挡住了灵讯传输。各位道友，抱歉，探索队已经深入山腹下方。山体太过宏大，导致流影玉盘的传讯信号受到干扰。我们会尽力修复信号，第一时间为大家播报进展。
这墙壁怎么突然消失了？前面全是黑雾。回声这么大，这片空间至少有数里见方。上古先民居然挖空了整座山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这地方太诡异了，要不我们先回去吧？都走到这里了，绝不能半途而废。大家手拉手，跟紧我，慢慢往前走。镜中显象，火光摇曳，时皆无尽，此乃异常之兆，需凝神细察。火光忽明忽暗，恐有变数。探索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空间，上古先民的工程能力实在令人叹为观止。挖空整座山，这得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啊！时间没有支撑，怎么不会塌？古人的技术太牛了。墓主人把陵墓藏得这么深，到底是什么身份？王山长老当义壮，可惜他们还没意识到危险。不对呀，按我们的速度，早该到山底了。这座山的直径也就10几里，按理说早就该走完了。要不我们再走半时辰？不行了，我走不动了，这世界根本没有尽头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我们分组行动吧。我带2个人往前探路，你们在这里原地休息。2个跟高马尾女修一起去。是，遵命。注意安全，保持联系，1个时辰后回来会合。好高啊！我总感觉有东西在拉我的脚。传讯玉符还是没信号，不知道流影玉盘还能不能正常传讯。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各位道友，目前只有那位女修手中的流影玉盘还有信号。这石阶走了1个多时辰都没到头，太不正常了。不合天地法则，这些遗迹修士胆子也太大了，换我早就跑了。有人，前面有人！那是什么东西？大家别慌，可能是石雕，说明快到石阶尽头了。不是石雕，那3个人就是陈冉他们自己。急？怎么可能？你别吓我们啊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不是阴魂，而是上古失传的机关陷阱——迷魂梯，根本不是直线，而是错综复杂的环形结构。他们其实一直在原地打转，所以永远走不到尽头。原地打转，这机关也太可怕了吧！失传的机关术，难怪我们从来没听说过。传讯玉符不通，迷魂梯应该是用玄磁石建造的，
会干扰所有灵讯传输。雾太重，小心脚下。光只能照亮眼前，前面有动静。逼近了，准备好。高马尾女，你看前面，那不是我们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们明明一直在往前走啊！别慌，说不定是幻觉，我们靠近看看。谁在那里？别出声，仔细听。是后勤的人来救我们了吗？白发老者，你们怎么会在我们前面？我们明明一直往前走，怎么会走到你们身后？看来我们真的一直在原地打转。可如果只是普通圆形阶梯，你们不可能出现在我们身后。肯定是幻阵，我们永远都走不出去了，我们会死在这里的。我理解你的感受，解释不了眼前的景象。天，他们居然真的出现在了身后，这怎么可能？绝对是幻阵，只有幻阵才能造成这种效果。我就说那位青袍先生说的对，这就是迷魂梯，明明就是幻阵，那位青袍先生也猜错了。为了解开这个谜题，我们按论道会传统连线去年域外道法大会魁首西央科斯先生。我看过你们的传讯了，这现象类似夺道法阶梯，只是理论悖论，现不可能是你们所谓的上古先民建造的。等着，我和黑衣马尾女子再走一遍，你们就想办法求救。绝对不可能，这违背了所有天地法则，一定是你们造假了。这不是机关，也不是幻阵，他们闯进了一个神秘的灵气空间，这是3界重大发现，创造了这个无尽空间。光已起，大事将临，速速入座，共商对策。不可能，所有的道法理论都解释不了。会不会是流影玉盘出了问题？这根本不符合逻辑。我再也不相信道法了。原来我们一直信奉的都是假的。飞速报账，速速查看。已突破1亿，域外通道速来红音阁，天象异变，群英汇聚。此要是对不信道法。就这水平还当魁首，见识还不如林先生。上古先民的机关术太牛了，大大域外道法。同事都解释不了，还是请您给大家分析一下这迷魂梯到底是什么原理。的本质其实和金发长袍男说的道法阶梯原理相似，
道法阶梯是近期才提出的灵道不修，灵道法悖论。上古先民怎么留证据？对，拿出证据来，这不可能。上古先民的智慧远超你们的想象，他们早已发现了其中的奥秘。能吸收光线和声音的天才地宝，容易让人产生错觉。镜中石阶的边缘被冷光勾勒，却压迅速脚步回响的错觉。皆有细微的高低落差，却被机关术完美掩盖。直在走直线向下，其实一直在原地打转。正目的就是击溃探灵者的心神防线。宗门基业威仪，此事当真？此子何人？速查身世，绝非偶然。彻查，彻查！太有道理了，还是不信？说怎么破解迷魂梯啊？对啊，快说！你有办法帮他们走出迷魂梯吗？有可能，但必须在我的全程指导下才能进行。武家机关术和阴阳风水有一定把握，但我需要完整观察迷魂梯，画出大致结构才找到破解点。联系不上他们，根本无法传达方法。我们和外界彻底失联了，会不会真的困死在这里？我觉得我们根本不在山里，而是闯进了一个灵气空间。别胡思乱想，我们试试往回走，说不定能找到出口。前面有光。火点在前方，希望就在眼前，大家加速！哎，等等，那烛火，它快灭了！我们又走回来了。不行，我们永远都出不去了。那位先生之前提醒过我们，会遇到诡异机关。这石阶肯定就是上古先民设下的机关陷阱。你说的对，我也想起他的提醒了。古籍里记载的木牛流兽，说不定都是真的，会都失宠。那位先生肯定知道破解之法，我们得想办法联系他。没用的，没用，我们都会死在这里的。没有护栏，就是为了让人心神崩溃、失足摔死。用这种方式保护后面的墓室，太狠了。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但我还是不甘心，就这么困死在这石阶上。告诉大家一个最新消息。高级别的观星台传讯星盘增强信号，炼气宗也提供了最先进的信号增幅阵盘。阵盘已装上飞天云舟，正在全速运送，预计6个时辰后抵达伏虎岭上空。勇士们祈祷，愿他们平安归来。为什么不直接挖山救人？这样不是更快吗？截至目前，预计观看人数已达3亿。是禁止。论道会已设置流影玉盘存录区。3界浩劫将至，别听他们胡说八道，我们上下一心，肯定能救出人。上古先民能造出来，我们就能破解。这位先生来了，您终于来了，快请坐。全靠您了，我们都相信您能破。我一定会尽力救出探索队的所有人。阵盘调试完毕，随时可以启动。好，等抵达鱼嘴庙上空，立刻开始增幅信号。一定要尽快联系上探索队，他们撑不了多久了。坐着等死不是办法，
我们再仔细找找，说不定能发现机关的破绽。林先生肯定在想办法救我们。休息时间到，全体起身，再向上探查一段。又回来了，我们根本走不出这个鬼地方，我们会被困死在这里，永远都出不去了。别胡思乱想，白发老者会带我们出去的。都稳住心神，慌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传讯玉符，有信号了。能听到吗？有人要和你们通话，我是来联络你们的。求求你救救我们，我们快撑不住了。成何体统？不要失仪。可是，小姐，我已通过流影玉盘全程了解你们的处境，不必惊慌。迷魂梯是上古先民依据风水八卦创造的机关陷阱。原理与上古卫生式八阵玄图相近，靠视觉迷幻迷失方向。此外，石阶表面大概率涂有吸收光线的特殊天才地宝。嗨，真的，这石阶完全不反光。难怪我们总觉得路在变。原来是视觉骗局，林东先生太神了。大家别怕，跟我来。终于有希望了。简直荒谬！上古先民不可能有此智慧。这不过是你们编造的谎言，自欺欺人罢了。域外之人不懂上古文明，不必妄加评判。林东先生，接下来我们该如何行动？我结合摸仙宝典与上古巫家机关术推断，设计者未赶尽杀绝。你仔细查看脚下石阶，是否为一黑一白交替排列？没错，确实是黑阶与白阶严格交替，没有错乱，正是阴阳之理的体现，完全契合周易八卦的设计逻辑。你们从月牙形缺口处开始数，看回到起点共需多少级。务必一级一级数清楚，任何差错都会导致前功尽弃。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每一卦对应6爻，64卦总计恰好象征着周易中的一爻。学到了，学到了！林东先生居然连周易术数都这么精通。我们数的是384级。我们也是，分毫罢不差。太好了！数字确认无误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脱困的关键在哪里？结合当前卦象推演，你们此刻正处于周易困卦之中。困卦95为君位，也是此次破解迷魂梯的核心节点。开始数，找到第95级台阶，仔细检查。全体集合，从起点开始数，找第95级。这台阶和其他的一样，没有任何标记，也摸不到机关触发的痕迹。
储物袋中去祭台阶上。灵液，我们随身携带的灵液已经不多了。不对，灵液怎么不往下流？错了，这级台阶看似往下，实际是往上的。两边石阶形成凹字形，视觉上却完全没有差别。果然如此，石阶的宽敞，我们竟被自己的眼睛骗了这么久。1000年前就将术数与道法完美结合，这视觉幻术已运用到极致，能破解此局，实在令人佩服。太好了，我们终于找，这下肯定能离开这个鬼地方。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从这第95级石阶直接往下跳。往下跳，这下面可是万丈悬崖啊！这太危险了，万一出意外怎么办？观星台测算他们在山腹中间半空，跳崖风险极高，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。大家放心，这里是迷魂梯唯一的生门。先民设计机关必会留生门，符合风水格局。试试。我不跳，我恐高，我绝对不敢跳。我来，我先跳下去看看情况，安全了再叫你们。是夜明珠的信号，黑发女子安全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们也跟着跳下去，终于能离开这里了。所有人都落稳了吗？是的，头领，大家安全。好险，雾气太浓了，上方完全被黑雾挡住了，根本看不到迷魂梯。看来只有从第95级跳下才能落到这里，只要错一步，恐怕就真的摔死了。好多，好多骨头啊！最尖的是晋古末年，更早的已经无法辨认年代。粗略数一下，大概有几十具枯骨散落在谷底各处。他们应该是没找到生门，盲目跳崖才摔死在这里的。太好了，所有人都安全落地了。那位黑发男人果然神机妙算，太牛了！迷魂梯也不过是上古先民的小手段罢了。我彻底信服了，这确实是人工机关。上古先民是3界中最具智慧的存在，那位先生的能力也远超我的想象。传承奖励黑曜之刃，已自动存入百宝囊。借主线指令，解密门境失落之秘，谷底尸骨或许藏着禁锢。恭喜大家成功逃离迷魂梯，你们做得很好。须老者、高马尾女子，麻烦你们收集尸体旁的所有古物。这些古物对上古史和玄门文化研究至关重要。等等，不要急着离开，尸骨旁可能藏有线索。说得对，前人遗物或许能帮我们避开后续危险。全体分散搜寻，小心翻找尸骨旁的器物，不要逾略。怎么翻起死人东西了？看着跟摸仙修士一样。为了找线索没办法，能理解这种做法。
白发老者，我找到一件奇怪的器物，您来辨认一下。寻龙铲，摸仙修是探查地下土层结构的专用工具，它能通过土层反 K 判断地下是否有空洞或隐藏墓室。传讯那边的黑发青年，这里还有一件长柄利器，您看看是什么？那是探地鞭，专门用来探测地下可能存在的血煞之气。将其插入地下，若分身变黑，就说明前方有血煞隐患。他怎么对摸仙的工具这么熟悉？难道他是摸仙修士的传人？这也太可疑了，懂得未免太多了点儿。您刚才提到的血煞是真实存在的吗？修行游历中，曾听闻过不少关于血煞的记载。如今迷魂梯已经出现，血煞的传说或许并非空穴来风。也祝愿他们能为帆纸城这次积极探索任务。找到了！我找到一卷完整的选手记啊！玄门开道，万煞退散。古魔仙一脉的标志的信物。这卷手记应该是那位禁锢玄修留下的探险记。全简手记妥善收好，回去后再仔细研究。快看，前面有一座巨大石门！门已半开，灵光泄露，谷底阴寒，切勿妄动。留影玉盘示警，前方迷魂梯下方就是大雍陵真正的墓室，这里应该就是机关始作俑者的最终安息之地。我推测，墓主人很可能是白发老者。我们真的要进去吗？林东先生，我们该如何抉择？里面可能还有致命机关，我们不敢轻易进入。你们只能进去，这是唯一的探索机会。如果错过这次，石门可能会永久关闭，再无入口。最终是否进入，由你们探索队自行决定。那器物非同寻常，一定有极高的研究价值。里面也有重大发现，我先进去，你们随后跟上。天哪，这些壁画也太精美了！中间那个巨大的东西是什么？看起来好壮观啊！是浑天仪，这竟然是上古时期的浑天仪，太不可思议了！发现，这是划时代的重大发现。这座浑天仪对研究古代天文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。楼主，我们究竟是谁？居然能寻到特的青藏品？林东先生之猜测会不会是真的？墓主人就是我之前推测的大雍太史令，大雍玄象尊。大雍时期，机关、天象、术数方面成就无人能及。要规制，前殿都会摆放墓主人的生平事迹。看，
这里有墓主人的生平壁画。这些壁画组成了悬像推演图，一共有64幅，和3届流传的60幅版本完全不一样。灰袍青年果然料事如神，精准推断出墓主人身份。我是看到悬像推演图才后知后觉。论上古史造诣，我远不如你，甘拜下风。只是略知皮毛，不敢当前辈如此夸赞。灰袍青年先生太谦虚了，这可不是略知皮毛。灰袍青年也太厉害了，上古史知识太渊博了，修士都自愧不如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师啊！有那位灰袍束发青年在，这次遗迹探索肯定能顺利。难道这里的才是完整版本？缺失的4项可能在后世流传中不慎失传了。可所有史料都没有记载悬像推演图有遗失，而且第60项明显带有总结结尾的性质。先仔细看看多出的这4项画的到底是什么内容。第一幅是个小人站在有眼睛的大洞前，幅是漂浮在云端的空中楼阁，看起来虚无缥缈。第3幅是一块巨石，周围缠绕着好几条黑色灵蛇。第4幅最诡异，一道微开的门里走出一群模糊的人。这4项肯定藏着什么惊天大秘密！雕刻风格确实是大庸时期，和前面的悬像推演图是同一时期的作品。林东先生，你能看懂这4项吗？这4项太过晦涩，我也看不出来。他刚才的表情不对，明明知道却故意不说。这4项分别对应仙洞、天宫、昆仑玄母之墓与青铜仙门。玄象尊1000年前竟已知晓这些，实在不可思议。此事事关重大，现在还不是透露的时候。没关系，白衣术法青年已经帮了我们很多。或许大庸玄象尊故意没将4项献给玄冥帝，所以后世才没有任何关于这4项的记载。怎么会这样？连灰衣男子都看不懂，很正常。他到底是真的不懂，还是在刻意隐瞒什么？这些雕刻记录的都是大庸玄象尊的生平，内容和史书记载的完全一致，没有出入。你看这些雕刻，与古籍描述分毫不差。奇怪，灵殿应该在哪里？按照规制，棺椁应该安放在主灵殿才对。灵殿很可能被隐藏起来了，大家分头寻找机关。
重点检查浑天仪和墙壁雕刻，不要放过任何细节。找到了，浑天仪下面有个龙嘴。龙嘴里还叼着一块刻着字的金色牌子。书法少年，你怎么随便乱动东西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怪他，上古机关本就神秘莫测。我来翻译一下上面的文字。上面记载，大庸玄象尊与大庸卦道尊共同编纂《玄象推演图》。天下灵脉，他们找到后得到了龙鳞天书，却因触动天机，受到了上天的惩罚。只上交了一半无关紧要的龙鳞天书。新内容就藏在他自己的陵墓之中。龙鳞天书，竟然是传说中的龙鳞天书。这次，大家快帮我转头皮！算而出，金牌还预言4项秘密终将公开，天书必会现世。大庸玄象尊太神了，1000年前就预言了今日。龙鳞天书到底藏着什么惊天秘密？另一半天书就在这座陵墓里，太期待了。都怪你，非要乱抽那块金牌。现在好了，我们被困死在这里，还要被寒江毒死。别吵，这是寒猛机关，正气有剧毒。师傅捂住口鼻，尽量屏住呼吸。快传讯求援！汇报先生，探索队出发的寒门滚机关，他们被困在墓室里，情况万分危急。王山长，能听到吗？是我。快救救我们！8根柱子都在流寒梦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机关核心在浑天仪等等，找到大庸玄一生最重要的年份，将刻度对齐。好，立刻推动浑天仪，将单机2子精准对齐。怎么回事？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不对，哪里出了偏差？但今年明明是他的巅峰。皓月，我的眼睛好疼，看东西都模糊了。密码错了，林东先生推测不对。世界多了4项推演图和他的预言，难道密码不是过去，而是天书现世的此刻？等等，我知道哪里错了。机关都留了生路，这是大庸玄象尊的风格。他不是要杀人，而是在挑选能带走龙鳞天书的人。
天干地支60年一甲子，正确密码是金明年。金明年对应的是金明，对吗？没错，快转动浑天仪，将金明2字精准对齐。原来藏真阁的龙鳞天书只有一半无关内容。啊，门开了，大家快进去！快，大家跟上！快，门要关了啊！大家跟上啊！挡不住！吓死我了，差点就交代在那只墓室。都是我的错，不该乱动机关。不怪你，上古机关本就神秘莫测。终于安全了，刚才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可为什么密码是金平年，不是丹金年吗？对啊，丹金年才是大庸玄象尊最风光的时候。先生，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疑问：丹金年，而是看似无关的金明年。我也对此存疑，还请灰袍青年解惑。这个密码对此刻的探索队而言才是最重要的。1000年前就有预言，天书会在金明年现世，是他选择了你们作为龙鳞天书的继承者。原来如此，大庸玄象尊早就算好了一切。龙鳞天书应该就在这座墓室里，对吗？没错，另一半龙鳞天书就在你们当前的墓室中。这下我们发大财了！别碰，这里肯定有隐藏机关。请记录，绝对不能触碰任何物品。奇怪，墓室里怎么没有观潮？只有这么一座巨大的白玉棋台，太不符合规制了。见到关阔，必须和他下棋。最后一道考验。你们谁懂星象一局？这可不是普通棋局。但怕下错触发致命机关。局一步错就万劫不复，不能冒险。黑发执事，立刻联系异道大宗师秦庭先生。我已经联系秦庭先生，他正在观看直播。这局星姐就过，有把握赢。墓室那边执黑子，我来指导你每一步落子。等等，绝对不能赢，必须和棋。为何要和棋啊？有言，和则生，胜则死。是我考虑太过浅薄。形成3节循环的落子点。脸灰袍青年连异道都懂，也太全能了，太厉害了。边缘位左3上2的位置。2子落在坎位，形成第一个结征。3节循环即刻形成。山要塌了吗？不好了，整座伏虎岭都在剧烈震动。山体内部有巨大机关运转，立刻重新测量整座大山的灵性和山势变化。
探索队会不会有危险？问题有电边年坍塌的风险，他们必须在半个时辰内全部撤出。难道是刚才的棋局引发了山体震动？大庸玄象尊的官戳了吧？饱含里才是另一半龙鳞天书，快拿上天书，立刻离开，绝对不要碰棺椁，有机关！天书拿到了，要不要打开棺椁确认一下？不用打开。他的生平都在前殿的壁画上，啊，可能根本不在这里。不好！大庸玄象尊把陵墓改成了浑天仪。沿着刚打开的通道冲出去！别管后面，快跑！太险了，差一点就掉下去了。太好了，我们回到之前的溶洞了，终于安全了。晚辈惊扰先贤安息，今日取走天书，必当妥善保管，传承后世。可惜了那些上古灵物，没能带出来。站长，别想了，山体还在震动，随时可能坍塌，我们得尽快找到出口离开这里。信号恢复了，终于能和外界正常联系了。白发老者，高马尾女，你们安全就好。灵物虽可惜，但人平安才是最重要的。林东先生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若不嫌弃，我愿与你结为忘年同道挚友。故所愿也，不敢情耳。那是什么？怎么洞壁上挂着这么多白丝？小心，那是黑纹毒蛛的蛛丝。这种毒蛛会主动捕猎，体型能长到1人多高。我研究异空数10年，从未见过这种毒蛛。连白发老者都不知道，这也太神秘了。不会是有人编出来吓唬人的吧？西河郡伏虎岭一直有毒蛛传说。这蛛丝异常坚硬，普通刀剑都割不断。我们得尽快找到出口，不能在这里久留。溶洞四通八达，太复杂了，根本分不清哪条路才是通往外面的出口。着风向走，发出火焰指向的方向就是空气流通的出口。速度要快，遇到危险立刻拿出龙鳞天书。保持警惕，不要掉队。为什么要拿龙鳞天书？难道龙鳞天书能对付黑纹毒蜘吗？时，就知道
这里有黑纹毒株。他很可能在天书上涂了毒株畏惧的特殊灵气。这个推测很合理。上古灵物确实常带有克制邪祟异兽的气息。原来如此，大庸下这头犬了。还好有龙鳞天书，不然这次真危险了。石柱上有张会动的人脸。真的有脸，我刚才也看到了。阴灵，一定是阴灵！我们惊扰了陵墓，阴灵来找我们索命了。有阴灵，都给我镇定！会不会是黑纹毒株？为女，准备好龙鳞天书，随时待命。我的天，真的有人脸！太吓人了！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不会真的是阴灵吧？是黑纹毒株。毒株是古玄先民崇尚的神圣生物，我研究了一辈子，终于见到活的了。那就是黑纹毒株。他们擅长伪装偷袭，大家千万不要单独行动。天书已经准备好了，大家小心一点。你们看，那里有一具尸体。奇怪，这尸体怎么没有腐烂？结合之前的话，他应该是被毒汁所杀。完了，我们被包围了！大家不要慌。结成防御阵。我们找不到溶洞入口，暂时无法进去支援，你们一定要坚持住。龙鳞天书，快用龙鳞天书！他们竟然退了！这到底是什么原理？为什么黑纹毒株会如此畏惧龙鳞天书？大庸玄象尊建造陵墓时就知道这里有毒株，他很可能在天书上涂了毒株畏惧的特殊灵气道料。推测完全合理。上古灵物常带有克制邪奏异兽的天然气息。还好有天书，不然我们就危险了。大家继续保持警惕，尽快找到出口离开这里。啊，前面好像有个更大的山洞。这里是先民祭拜毒株的祭坛，留着它后患无穷。我们必须把这里烧毁。同意，烧毁祭坛能阻止毒汁继续繁衍。我也同意，彻底毁掉这个毒株的老巢。大家快从通风口逃出去！冒烟了，是探索队放的火。看来他们已经找到祭坛，并且安全了。
我们怀疑您以游历为名盗取灵物。队长，你看这个。这是上古遗迹的地图拓本，立刻联系上古遗迹院，这是重大发现！竟然还有盗宝散修盯着伏虎岭，还好被执法队抓住了，不然就麻烦了。终于出来了，还是外面的空气好。你们终于出来了，我们都快担心死了。非洲已经准备好了，立刻送你们去单房诊查。我有点头晕，先休息一下。山长你怎么了？别慌，应该是灵力消耗过度。当然不会有事的。走圆满成功，您现在已成为3界最炙手可热的遗迹指导了。先生，这是您的传记营收，2本遗迹传记热销3界，共计2亿灵石。还有刘颖玉卷的营收也已经一并打给你了。多谢掌柜。2亿灵石，这是一夜暴富啊！实至名归，这2本书确实写得非常好。梯机关太过精妙，我已设立研修卷界术法大师，共同研究其原理。伏虎岭仙木探索影响巨大，黑袍长发男子的能力远超我们的想象。立刻核查那位青衣先生的仙门身份。白发老者，盗宝散修小队的调查结果出来了，行程最终指向东阳郡，怀疑还有同党潜入。可惜这玉简文字太过晦涩难懂。司长老说，就算是他，也需要数年才能破译。既然司长老需要这么久，不如让林东先生试试。黑衣青年擅长的是遗迹机关，上古符文未必精通。到那位先生，我们的调查有了新发现。他早年的仙门履历完全空白，像是凭空出现的修士。黑衣青年身份确实可疑，我们不得不谨慎对待。没错，来历不明的人不能轻易接触核心机密。可他确实救了我们所有人。身份虽可疑，但能力毋庸置疑。一下，就算不认识也不会泄密，而且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。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办。1日后，我们去云苏城亲自拜访那位先生。百年玄铁打造，刻了3重防御法纹，绝对结实。配上这刀鞘，总算能安心携带了。手艺不错，多谢。陶公子，您可算回来了。有2位客人已经等候您多时了。他们怎么会来云苏城找我？还有药师相商，他们现在就在驿站的议事堂等着您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吧。没想到这位先生竟然如此年轻，还有这般仙门气质。白衣先生，此次伏虎岭之行，多亏了您的救命之恩。不必多礼，举手之劳而已。白袍青年，您可是我们所有人的大恩人。相遇，玄门境内仅此一块，赠与您，以报救命之恩。天书现已被玄门藏真阁妥善收藏，因您身份特殊，多谢王山长。我明白，藏真阁的做法很合理。其实我们这次来
还有一事相求。这是我们从道宝散修身上搜到的玉简托本，文字太过晦涩，想请您帮忙看看。这是古玄列国时期的玉简，而且只有一半。您竟然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太不可思议了！没错，我们确实还有另一面。2张托本拼在一起，才是完整的内容。不是普通的文字，而是按北斗七星排列的符文图。它指向东阳郡南边山区的一座古玄列国仙墓。我还以为这是一张藏宝图呢。白衣青年的判断，我完全相信。是那些道宝散修。这座仙墓里有刀枪不惧的机关傀儡，他们去了就是送死。白衣青年先生，您说的机关傀儡可是古籍记载的那种？肢体蕴养灵气，能自主活动的诡异存在。古籍确有记载，虽无法用天地法则，玄列国墓的危险程度远高于之前的大雍陵。拓本上的狐狸人脸图案，说明墓中急欲滋生诡异煞气。便再危险，我们也必须去，绝不能让这个盗宝组织再盗取任何上古灵物。我决定，玄门遗迹院探索队全程参与此次行动，开启流影玉盘传讯，震慑其他盗宝团伙。古异兽相关知识，但必须挑选最聪慧、最听话的弟子，不能让他们在墓中乱跑，触发不必要的机关。你们必须准备好几样东西，多带灵力高强的护烧，准备纯阳精血，10年以上的纯阳铝体。朱砂墨线和碧尘蜡。纯阳铝体，这东西能有什么用？里面提过，纯阳之物能克制这类阴邪机关。纯阳铝体能觉体内的阴煞灵气，是对付机关傀儡最有效的简易道具。白袍青年先生，我正式邀请您加入前线探索队，现在我们的安全才能得到最大保障。多谢白发长者好意，但我不能去。我只是个传记作家，习惯在后方点评分析。这次多谢您的帮助，合作愉快。他的手印极大。长，您说这位先生会不会是摸仙修士的传人？不好说，但他的能力确实深不可测。你带好手底下最精锐的队员，随队下墓，这个盗宝团伙一网打尽，不能放过一个。明白。五湖岭都刷8遍了，什么时候更新新一季啊？没有那位素袍先生的点评，我都不想看其他论道会了。快哥，我已经准备好瓜子饮料了。知道大家都等急了，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。探秘论道会的日观看人数已经突破3亿，远超3届其他所有遗迹论道会的总和。应大家的期待，我们已经开启了全新的探索征程。那位先生亲自分析解读。本次探索依旧开启12个时辰。终于来了，古玄列国墓，听起来就很刺激。有那位黑发先生在，这次肯定又能看到精彩的破解。前面山路太窄，马车进不去了，我们只能步行。整理好装备，轻装上阵，不要带多余的东西。盗宝小队就算先到了，也绝对逃不出我们的包围圈。要开始新的探索了，希望这次能像伏虎岭一样，有重大的考古发现。全体出发，
目标东阳郡南部山区。大家收看《仙迹探秘东阳郡古玄烈国墓》特别直播。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本次直播的首席特邀胆平义长老。银袍先生，我们永远支持你！银袍先生最棒！就是我们村的禁地灵妖池。人说，水池下面的山洞里住着灵妖，进去的人都没回来过。这根本不是什么灵妖池，而是一处积尸地。这里的情况比预想的更凶险。先生，您觉得村长说的灵妖真的存在吗？世上没有灵妖，但这里的凶险远超想象。奇怪，这青牛平时很温顺的，他好像很害怕这个水塘，死活都不肯靠近。各位大师，真的不能去啊！9岁那年，我亲眼见过，山洞里有白衣傀儡在走，晚上还能听到里面有人低声说话，太吓人了。青牛的眼，村长说的也太吓人了，不会是真的吧？我们已经走到这里了，绝不能半途而废。器和行囊，我们步行过去。平整锋利，是训练有术的人用法器砍的，已经先进去了。不好，是盗宝组织，他们比我们先到了。赶紧做木筏，不能让他们抢先进入仙墓。好，大家动手砍竹子，尽快做好木筏。灰衣公子，您脸色不太好，是不舒服吗？安全，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灵妖池，而是一处积尸地。就算他们准备充足，也依然有很大的凶险。这些盗宝组织太可恶了，为了灵物，竟然连命都不要了！好冷啊，怎么突然这么冷？你们看，这山洞的岩壁太整齐了，不像是天然形成的，倒像是人工开凿的。白发老者见多识广，肯定知道这是什么地方。这是100年前留下的水洞道道，他们用来从水下潜入古墓盗取陪葬品，洞内湿气很重，很可能蒸释出凶险的杀气。之气，大家都小心点儿。好恶心！小心，不要靠近！看穿着，应该是盗宝组织的人。
那是尸骨虫，攻击力极强。方法器收好，我来处理这些虫子。快走，这里不能久留。我的天！还好有传讯提醒，不然探索队就危险了。肯定是墓主人设计的，专门对付盗宝者。被虫子包围了。这只是开始，后面还有更危险的。是法剑爆炸的声音，是盗宝组织的人，大家跟我来，小心点儿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是机关傀儡，林东先生说的机关傀儡。竟然真的不怕法术，别慌。我之前教过他们克制之法，希望他们能记住，千万不要硬拼。他身上可能有盗宝组织的情报。我有办法。那位先生说过，纯阳驴体能克傀儡。高马尾，你飞刀最准，交给你了。那么队长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成功了，傀儡倒了！不好，尸骨虫都下水了，还有个大家伙，快撤退！立刻划木筏往洞口走。快把这些虫子打下去！你也过来帮忙划桨，别光坐着。该死！也太多了！查普阿塞！上古玄门记载果然是真的，这些东西真的存在。阳光，尸骨虫怕阳光。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刚才，你们看清那个白衣女人了吗？老村长说的是真的，山洞里真的有白衣傀儡，还有之前听到的低语声，也不是幻觉。醒了我，还好林提醒了我们，不然我们都出不来了。黑衣女队长，我帮你包扎一下。说，你们盗宝组织还有多少人？什么时候进的墓？我做不到，他们为什么不明白？队长，他已经被煞气吓傻了。
现在什么都问不出来了。该死，白救了这个废物！大家先擦擦身上的水，休息一下。猫傀儡了，水洞道现在肯定走不通了，而且黑衣女子也受伤了。我们先返回附近的村子休整一下，再做打算。恭喜直岛探索队成功逃离水洞道，获得传承奖励通幽术。通幽术可与一解之物沟通。